好香啊！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面。穿这么少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。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没心事。吃饱了。陈娟，你要辞职？是的，我考上了 CPA， 准备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了。你考上 CPA 了？你准备了多久2年。好棒啊！恭喜你啊，陈娟！哎呀，你这个也太突然了。科长，您放心，我呢会做到年底，你有充裕的时间找人的。陈娟，恭喜你啊！你真的好厉害。我知道。我向来呢是靠实力的，不是靠关系。珊珊，陈娟一向都冷冷的，说话特别毒辣，你可别放在心上。啊，我没事啊，我会放在心上。反正我也不是靠谁的关系，我靠的是自己的热血。哎，也是，考上 CPA 是每个会计的梦想。哎，不过珊珊，你在我心里真的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跟老板能够把关系处得很好，说明你很有职场人际关系的天分嘛。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再说了，那些什么主任呐、什么科长什么的，他们一年能见上老板几次，对不对？那倒是，我要感谢我爸妈给我一个不一般的学习。哎，对了，珊珊，你去哪儿？我坐公交车回家呀。你都跟老板一起吃饭了，为什么不让老板送你回去？再怎么样也要让司机送你回去吧？我不是跟老板真的吃饭，我那是什么？我是个挑菜工，这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我不能说。其实是老板利用了我午休的时间，给我安排了秘密工作。秘密工作？什么秘密工作？既然是秘密，那肯定不能说啊。总之就是这个工作就是事关丰腾集团的大秘密，所以我打死都不能说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珊珊，哎，等等我呀！我就在书店待会儿就回去。饭局少喝点啊。好，爱你，拜拜。怎么样？哎，对了，阿佳，那个我约了我堂姐在这附近吃饭，我们改天再约吧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明天见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营业。我是薛小姐，冯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下班啦？平时爱不爱逛书店啊？还行吧。其实我是看着你进来，我才跟着你进来的。真巧啊！
下次我们书店开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过来捧场哦。这里是枫叶小姐开的书店啊。这个书店呢，是我跟我姐妹淘一起开的，现在已经到第3家店了。我其实只是投资，也不太管事儿。我姐妹淘去德国了，选书，隔2天就回来。最近装潢嘛，我就帮忙盯着。哎，你看这儿挺大的吧？我还准备卖咖啡呢。原来枫瑶姐去欧洲就是为了书店的事儿啊。果然，你们成功人士都是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呢。欧洲啊？大老板说你去了欧洲啊？对呀，我就是去了欧洲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你看这时差，真的，哎呀。枫瑶姐，我真的是每天都期盼着能见你一面呀。真的？我想可能大概是你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交代。那个，其实就还是上次的事情啦。能不能拜托枫瑶姐以后别再拜托别人给我送盒饭啦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真的是承担不起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忙忘记了。我出国之前啊，应该交代大厨不再给你送盒饭的。这段时间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看你都没有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吃饭聊天，是吧？也是，其实咱们集团员工的餐厅菜色都特别好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均衡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我回头就跟大厨说。谢谢枫小姐。哥，你来啦。大老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珊珊经过这里，我让她进来陪我坐坐。那个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慢慢聊。大老板再见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薛珊珊。大老板。你感冒好了？啊？还没好呢。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可不想传染给你。如果传染给你的话，那罪过就大了。所以那个挑菜可能也……知道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安心的上班，不需要再帮我挑菜。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就是说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上楼吃饭，再也不用挑菜，我就这么解脱了。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是什么情景啊？你看上哪个菜了？要吃自己夹。你的意思是你不夹？让我帮你夹。有什么话慢慢说，不用着急。今天这个牛肉不错。啊？今天这个牛肉不合你的胃口？老板，那个，我怎么能抢你的菜吃啦？牛肉这么好吃，那你多吃点吧。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老板，汤匙算工伤吗？
你这是帅还是不帅？薛珊珊，对不起。原来那是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啊！解脱的感觉！老公呢？你怎么还给薛小姐送饭呀？不是你让我送的。唉，我满月酒的时候介绍那么多名媛给你，你谁也看不上，唯独挑了薛小姐做身边啊？因为她是你恩人。太伟大了！哥哥以身相许，替妹妹报答恩情，好感人呐！从我进丰腾以来，没见过这么潦草的报表。就算你打算离职，当一天和尚也该撞好一天钟。这是考上 CPA 的水平吗？薛珊珊没有给我数据，报表当然不完整。珊珊，你没有给陈娟资料？我已经给了。半夜12点才寄给我的资料有用吗？难道我就活该半夜起来做报表是吧？那是因为，对不起。一句对不起你就想蒙混带过，明知道丰腾是讲究高效的，既然你学历没有别人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跟上别人的速度跟效率呢？动作慢还错误百出，你想让我忍耐你多久呢？我是要走了，可你有必要这么敷衍我吗？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啊？哎，陈娟，不要这么说。科长，我是要走了，可是凭我在这个岗位上4、5年的情感，我不得不说，薛珊珊还在试用期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她是全凭关系才进来的，您是否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一个不适用职员的去留问题？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集团对职工的素质要求大不如前了。科长，您优秀了15年，还是个科长，一个助理呢，光凭借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。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，那我继续留下来，恐怕也是前途堪忧啊，科长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了。
薛珊珊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啊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行了。再哭成大熊猫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1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儿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的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1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啊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啊，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八卦周刊上班呢？宝丰腾喜欢什么东西？需要你承让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啊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是，你是对风小姐有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吧？风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办法，怎么会录用你来报恩呢？况且身为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管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啊？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其实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要我献血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，我不需要有任何回报。没想到风小姐帮我送盒饭，竟然惹来这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怪老板，也不应该怪风小姐。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唉，看来科长说的没错。像我这种脑袋缺根筋的人，真的很难在职场上生存。你确定你脑袋只少1根筋吗？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。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嘛。像你这么简单善良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简单善良、特别的好女孩。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，对自己有自信就行了。齐帅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那你觉得我特别吗？当然特别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，当然也没有2个薛珊珊啊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
怎么了？喂，你等等我啊！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今儿怎么了？喂，哎！哎，你以为你参加环马赛啊？啊！我追你都追出心肌梗塞了。你中午在楼梯间干嘛？楼梯间？啊，你看到了？哎，你说丰腾吧，虽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公司，但是把员工逼得那么委屈、痛哭流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。他躲着你回来哭，很委屈吗？你吃醋了？吃醋？真好笑。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会在公司里边搂搂抱抱呢？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聊完人生聊理想，聊完理想聊爱情。玩真的呀？我们在一起聊你呢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哪有像你这么追女孩的？我跟你说，追女孩的方式啊，很多都很老套，但是就是屡试不爽。你用的是哪一招啊？每天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去跟你一起吃午饭，你除了给珊珊招来一堆闲言闲语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现在都快把珊珊逼得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我就是吃个饭，怎么了？还就吃个饭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一个屌丝男没人搭理啊？你可是高富帅大 boss， 跟你吃个饭多了不起啊？还是你觉得你身为大老板，你拉不下脸来追人家？怎么了？说中了是不是？珊珊她的确很特别。跟我身边其他女孩都不一样，她很单纯，也很可爱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，人心隔肚皮，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哎呀，你说你哈，我们这么多年哥们儿。我不激你一下，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人哪有不变的？你看他怎么变，变化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也能理解你。身为丰腾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谈恋爱呢是应该小心谨慎一点，但也别太过了。你这样会伤害人家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那你就追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妈，珊珊，哎，你怎么好久都没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了呀？哎，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呀？珊珊，爸不是吓你，外面有很多坏男人，你女孩子一个人在外，千万要小心，别受委屈了啊！珊珊，如果有认识不错的男孩子呢，就带回家来看看吧。啊？对对对，带回来。你老爸有一副火眼金睛，什么妖魔鬼怪，老爸一看就看出来。你孙悟空啊，还火眼金睛呢！我跟咱们闺女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去，一边去。好啦，爸妈，你们就别操心了。你们真当你女儿是唐僧啊，那么有市场啊？还妖魔鬼怪呢。珊珊啊，那个在大城市生活呢，都挺不容易的。妈呢，也希望有个好男人来照顾照顾你。妈，公司的同事啊、主管啊，都蛮照顾我的。妈听你这么说呢，也就放心了。珊珊啊，
在大城市生活可不比在家里啊，要多长几个心眼，知道吗？嗯，我这里不过就是忙了点儿，需要点时间适应。珊珊，你要真适应不了，大不了就回来，老爸养你。好，你们也要保重好身体啊，代我向爷爷问好。哎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再见。这个世界，一天从人嘴巴里讲出的话实在太多了。我何必在乎自己不在乎的人说的话呢？只要在乎我的人是懂我的就好了。职场竞争本来就在所难免，身正不怕影斜，别人怎么说话那是别人的自由，能不能让别人闭嘴才是我的本事。人成的话，多花点时间做功课。打死！咦，该来的不来，你不该来的来，我就打死你！哇 ！Come on, baby！ 六六，你来了。我来还钥匙的，珊珊下午给我发短信，好像她最近工作不顺心呢。哦，哟，那我给她打电话，手机呢？都怪我玩游戏把时间给忘了，我这就去接她。再见。打电话。你不接呢？哎。他这又是哪一出啊？这口口声声说要追珊珊，怎么又跟你混到一块儿去了？啊？这玩的时间都不知道了，也太不靠谱了吧？没有，我俩什么都没有。你看我拿错衣服了。你是我的。不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哎，我手机呢？都半夜11点了还加班，这姑娘还真较劲。珊珊，徐珊珊，珊珊，哎呀，快醒！哎，你怎么在这睡着了？杜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几点了？都半夜了，还几点了？哎呀，11点多了。哎呀，开灯呢。哎呀，门，那我给你打，你怎么不接呀？
杜凡。我就告诉你，你给大老板的妹妹献过血，也就是说你对大老板有恩。你现在遇到困难了，他出来帮你整整这些人的嘴，怎么了？他肯定帮你啊。恩情这种东西，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亲爱的，你彻底算错了。你以为大 boss 真的有情有义啊？就连送完晚饭都要我付出劳动力来交换的。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的，其实心里面那小算盘打的是噔噔响。我那几百 cc 的血恐怕早就不够用了，别说恩情了，恐怕现在已经是负血量的状态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忘了，你提醒他不就完了吗？哎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坚决跟他不能有任何瓜葛。他吃他的私房菜，我啃我的午餐包。哼，而且我还要给齐帅争气。齐帅？哦。我今天看了一下午的资料，我觉得心里面特别有成就感。等我喝完这瓶蓝雪人的超能量，我就能原地满血复活。来吧，都预祝我的成功吧！我觉得我的体内顿时又充满了力量。薛珊珊，加油！那我去睡觉了哈。哎，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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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恭喜吃饭了，谢谢晚安，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薛珊珊，好好睡觉。恭喜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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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也过来。啊！大老板竟然恭喜我！不对，这一定是某种凝聚员工向心力的特殊手段，搞不好是系统群发的吧？程娟，我已经通过试用期，成为正式员工了。以前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请你多担待。关于老板，我的确是帮了他一个我力所能及的忙，但绝对不是想跟他攀任何关系，请你理解。我知道我不够聪明。但我会尽力做好你交代给我的工作，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拿老板的事情攻击我了。多谢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反正我都快要离职了，其他同事过得去就可以了。珊珊，出来一下。手机带了吧？手机？带了。拿出来。我给你传样东西。上次你跟我分享生活能量的使用心得，我做了第2代测试版，你用用看。谢谢你跟我分享心得啊，对我来说都是启发。
我启发了齐帅。哦，对了，还得恭喜你，成为正式员工了。哎，谢谢。好了，传过去了。记得用啊，有意见再告诉我，你的意见对我特别重要。好。行了，我还得开会去了，下次再聊啊。哎，我帮你泡咖啡吧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好，那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早啊！早啊，杜凡。恭喜你成为公司正式员工，待会儿一起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请客。好。珊珊，你也该向我们交代清楚了吧？好歹你都已经过了试用期了，你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了。3个月，总该一些信任和坦白吧？正是这个意思，同部门同事之间更加了解彼此，总没有坏处吧？而且我们哪天得罪了大红人，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就是，珊珊，我们实在是看不透了，你的靠山到底是齐帅还是大老板？哎，我跟大老板跟齐帅都没有关系的。不可能没关系，你没关系，你就3天2头去老板办公室吃午饭，然后齐帅还能来找你啊？就回答我们2个字：老板还是齐帅？说呀，你快说呀你！哎呀，够了！你们有完没完了？不是特别好，我们看一下第5条的第3行啊。进。那个齐帅，大事不好了，珊珊她跟别人吵起来了。什么？哎，你们千辛万苦的考进丰能，就是为了讲这些无聊的八卦吗？说什么呢你？舌头那么长，为什么不去申请一个机器？哎呦，你跟谁舌头长？人家珊珊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事了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啊？你怎么稳定了？你怎么不能告诉我什么事啊你？破旧的好了你，谁修？什么破旧的好了你？不是我说，你们都挤在这小小茶水间，是干什么呢？啊？都好奇是不是？行，那我告诉你们，珊珊啊，目前跟大老板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是，就是有，那跟你们也没有关系啊，是你们工作的重点吗？我知道呢，你们职场八卦在所难免，但也得有个度，是不是？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你们这样吵吵闹闹，影响多不好啊！可是他说他是他女朋友。就是呀，刚讲的破旧电灯泡，凭什么？就是我女朋友，凭什么这么说？人家承认了，不要脸的他说。不能说了，走，你们走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手开等一下，放开！不行呀！爷，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，工作去吧。快走吧走吧走吧。够爷们。你，
打下一本。啊？不可理喻！明明就是你叫人家来的，搞得好像我们爸扒着你似的。哼！好了，就在这一次，我要把心里想说的全部都说出来。现在我也是正式员工，想开除我也没那么简单。哼，挑菜虽然是我的特长，可我也并非只有一技之长啊，而且也不能这样没有尊严的使唤我。不管了，就这次了，我一定要说明白，要么不再挑菜，要么就歇菜。哼！我就知道会看到你。我就在想啊，老板今天恐怕又没有心情吃饭了。他每次一跟你吃饭，心情就会好多了。你愿意来真好。今天，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明知山有虎，要不要向虎山行呢？可是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天，大概是我看过他最消沉的一天。今天的菜色有糖心莲藕、东坡肉、玉米炒黑豆，还有桂圆西米露。你不爱吃糖心，就把莲藕留下，把糖心剔掉。东坡肉呢，会把肥肉给你剔掉。桂圆西米露是你的最爱，把我的那一份也给你。但是有一件事，如果你不喜欢吃黑豆，以后就别让你家大厨再做黑豆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再给你挑了。菜贴好了，过来吃饭吧。不合胃口。但是今天从你脸上看不出任何好吃的表情。老板，你今天心情不好啊？我看是你心情不好吧？你还关心我？
那个杜凡，他真是你男朋友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其实他是我同期的好朋友，只是看不惯那些同事欺负我、嘲笑我，他才站出来说话的。杜绝流言。流言？跟谁的？是跟齐帅，不是，是郑总监的，不过这不可能啦，怎么是真的呢？你还是专心吃饭吧，少说话。今天菜怎么那么难吃啊？你得问你家大厨。哎，他们家咖啡不错，你尝尝。尚怡呀，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儿。真的很抱歉，今天我见了你老公愣了一下。我哪来的老公啊？你真逗！网络上的老公也是老公啊！你们不知道，今天杜凡当着所有对我酸言酸语的同事面前大喊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你不知道，杜凡今天可 man 了，义气更是没话说，还惊动了财务部，齐帅甚至大 boss。但是杜凡依然是面不改色，心不跳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有义务要跟你解释一下啦。杜凡最喜欢的是你，你才是他的最爱，不要生气啊！哎呀，好啦，他都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你是他女朋友，他喜欢的就是你。如果当时你在场的话，你肯定会气得说咱俩是女恋的。那么严重啊？哎，不过没事儿，反正有人给你出气就行。你只要我在，我没准就得打他们了。哎，珊珊，你刚才说这齐帅和大老板都被惊动了，那这齐帅什么反应啊？齐帅一定会误会吧？我当时真的很想当面跟他解释清楚的，但是大 boss 在那儿，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。哎呀，齐帅肯定会误会的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尚怡，齐帅误会我了，怎么办呀？我想想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儿他也不一定。据我感情专家的经验，一个男人要是对一个女人有感觉的话，这个女人越是抢手，这个男人越在乎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说不定明天齐帅就跟你表白了。哎，就你这种闭门造车的情感专家，还是免了吧。珊珊，你可别听他的啊！我告诉你，这要解释早点解释，这越拖事儿越大。你现在就给他发个短信。快。怎么了？人事部劝导公告：鉴于近期办公室内流传私人绯闻，严重影响职员工作效率，人事部再次郑重倡导正确的职场工作态度与道德理论，禁止正常同事情谊以外的私人情感交流。这不是就给你量身定制的禁爱令吗？这下篓子捅大了。哎，我问你，
怎么回事啊？禁爱令啊！哎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大 boss， 啊，怎么就这么小肚鸡肠、小心眼儿？还出什么禁爱令？我拜托你想想好吗？都不用我这个高手出手，你就能想到，这个薛珊珊跟杜凡肯定没戏。我只是提醒集团员工要重视工作效率。我请他们过来不是聊八卦的。我听到的传闻，怎么是你跟薛珊珊好的？我？不会吧？不是我听到的，可是你跟薛珊珊啊。你听谁说的？自个儿瞎猜的吧你？你别瞎猜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多跟阿妹他们去聊会儿天儿。每天可是大 boss 您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跟你共进午餐的。哥们，我得劝劝你啊，这能打啵的时候，千万别只是拥抱；能拥抱的时候呢，就别只是牵手了，得积极主动。这薛珊珊啊，可不是什么高级名媛，谁都可以追的，追她的门槛并不高。虽然说呢，你是其中最优秀的，但是你觉得这种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的感情，你觉得女孩会有安全感吗？嗯？还是你压根就不敢主动？才不是。哎呀，既然不是，那你就追啊！啊，用正常的方式去追人家，这样薛珊珊在公司也好做人，也不至于闹出今天这出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已经能量复活了，你要不追，我可追了。加油啊！嘿，你是不信我是吗？哎，真漂亮！你看这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天天在办公室里眉来眼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我说啊，干脆办趴儿。办趴儿？我每年都办趴儿的。圣诞节的时候找好多出版社的朋友来。今年你不是在吗？也加你一个呗。你呀，可以把你正畸先生叫来了。你要是觉得尴尬，我可以多叫几个朋友了。至于那姓杜的，你愿意叫也可以把他叫来啊。六六，你说呢？你说呢？双姨，你说这禁爱令才颁布几天呢，你能不能消停一下？你们两个脑子瓦特了。禁爱令那是公司内部颁发，咱们现在是外部的事儿。再说了 ，party 跟他没关系，多叫几个朋友，没准在 party 上就能成几对呢。你这就是非礼。想约杜凡直说呗。哎，那你说要约的杜凡，他是算你约呢，还是算我约呢？随便。行，我约就我约，怎么着？哎呦，就知道你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你呢？你可以约几个美女漂亮、美丽可爱的女孩子，这样你的情敌就少了嘛。哎，我说什么你啊？讨厌！怎么样？你说呀？哎，对了，柳柳，那个，不如也约你的男朋友来家里坐坐吧。啊，这样认识也不愿太尴尬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好男人不能看得太死，我们都是好姐妹，放心啦。不是啦，他最近工作挺忙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。扫兴。不至于吧？圣诞节晚上还要加班吗？哎呀，柳柳，我上次就是在你搬家的时候那么惊鸿一瞥的瞄了一眼。哎呀，男朋友不带给好姐妹来鉴赏，可说不过去了啊！啊，对呀，别那么小气。好啦，我问问他吧。有一定，决定了。耶！那我们到时候。这些文人真是矫情，谁跟谁做，谁不跟谁做，谁跟谁还得背着做，哎呀，头都想破了。你这一大早忙忙叨叨干什么呢？哎呀，
这个是书店圣诞夜的开幕 party。哎，哥，你要不要约那个薛珊珊一起出席啊？你怎么突然会想到约薛珊珊？你什么时候去管理书店了？因为呀，丽叔在欧洲圣诞节买不到机票，所以呢赶不回来，我就替他代为打理书店。那珊珊嘛，我是觉得她人好可爱，想多了解一下她。你到底约不约嘛？我要出国谈并购。并购？哪个呀？韩国 KM。圣诞夜出国谈并购。啊，那我们延庆也要去啊，那没人陪我过圣诞节了，我会好孤单的，不行。哎呀，没事，咱们今年的跨年好好过，行吗？燕青，你先不用去，我和郑琪一起去看看对方的实力，毕竟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也让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的想想。冷静啊？你是指 KM 还是薛珊珊？我亲爱的妹妹，太聪明了不好。哎呀，烦死了！齐帅什么样的 party 没见过呀？要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出席呢？干嘛呢？阿佳，走，干嘛不进去啊？珊珊，我非常理解你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可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想，老板这么做，那也是因为吃你的醋呀，这样才会下禁爱令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老板这么做，当然是有点过分了，有点公私不分。可是吃醋的男人实在是超帅的啦，珊珊，我都羡慕死你了。所以你就别生老板的气了。正所谓床头吵架，床尾和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啊，这算什么禁爱令呀？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示爱嘛，简直就是浪漫死了！阿佳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怎么了，巧巧？珊珊，你是不是跟老板闹翻了？就是，怎么说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所以以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们尽量的压榨我吧。珊珊，对不起啊。其实呢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个禁爱令事关重大。再说了，我们进这个集团，不都是为了想找一个青年才俊嫁了，所以才……是呀，所以你看，现在颁布这禁爱令，摆明了就是让全体男职员名正言顺的恢复单身嘛。那最受苦的还不是咱们女性同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珊珊，我说你就去跟老板说说，让他收回成命，行不行啊？哎，拜托各位姐姐啊，我们是来工作的，又不是来谈恋爱的。并且我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我怎么跟大老板说呀？难不成我要跟大老板讲，老板，请允许我们在办公室谈恋爱吧，请允许我们把办公室改成《非诚勿扰》演播厅吧。哎呀，我们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珊珊。其实呢，你要是不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们也能理解的啊。理解。你想啊，两个人看对眼了，他们总要发展地下恋情吧？这恋情一旦地下了，对谁都没有保障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意思。你看，大家不能宣示主权，天天搞得人心惶惶的，你说谁能认真上班？你说是不是啊？说的也对啊，工作环境来来去去就这么多人，不跟同事谈恋爱，跟谁谈恋爱？就是啊，哎呀，不要搞到最后我们都成剩女了。万一齐帅也用禁爱令这招拒绝我，好吧，再怎么说这次祸也是自己惹的，
我去跟老板坦白从宽。那我去试试看吧。这真好。珊珊，今天老板不在啊？不在？对啊。那下午呢？老板出国了，跟齐帅一起走的。啊？齐帅也去了？对啊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老板打来的。喂，老板。阿妹，帮我补上过去3个月对韩国 KM 的营业报表。好。过去3个月的，马上。老板，薛珊珊找你。找我？他什么事啊？没事，薛珊珊说她想你了。阿妹。老板，我已经发过去了，你看到了吗？哦。好，谢谢。谁啊？谁找你啊？没事。看来我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什么决定啊？出国。阿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觉得你挺想他的呀。我没有。你不是特地上来找他的吗？哎呀，臭阿妹，好丢人呐！等大老板回来较真了，我还得继续当挑菜工吗？啊，更惨的是，圣诞 party 还要不到正旗。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是齐帅跟那个韩国明星现在好红的那个女的。哇，今天遇到大方美丽真女人。真女人，我们就不是真女人了。就是呀，真是有种躺着也中枪的感觉哦。哎，这有什么好看的呀？这假鼻子假眼睛的，一看就整出来的。算了吧，像我们这种啊，既没有钱又没有勇气整容的女人，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齐帅真的是吃肉的啊！吃肉怎么说啊？你想呀，这我们大老板一定站得远远的吧？你看看这个齐帅啊，派对上刚认识的，这就懒腰贴脸了，这还不是吃肉的？哎，就是。不过呢，这话说回来，高富帅就是肤浅，哎，就喜欢这种韩国明星。像我们这种呢，原汁原味、纯天然、无添加、非转基因女人，怎么就吸引不了高富帅呢？不要再自恋了啊！齐帅。继续。好啦，齐帅啊，我进公司有3年了吧？这期间啊，听到齐帅的女朋友起码有7、8个。哇，这么多！什么音乐家呀、舞蹈家呀、模特儿，那个个是乱花飞舞、八仙过海，搁一块儿那就是一个中华小姐大舞台。哇，这个是！哎，有没有我们公司的？怎么可能？齐帅的习惯就是不吃窝边草，更何况我们公司这些人，怎么可能跟他前女友那些比啊？像我们这些庸脂俗粉啊，就只有做报表的命了。哎，是了，齐帅呢，他就是个帅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们呢，就是一些虾兵虾将。怎么能高攀得上齐帅呢？哎，不过只要3天，给我3天就够了，能够做齐帅女朋友，就算被他抛弃了，也死而无憾。哎，珊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人家珊珊眼界高，没有兴趣听啊。别这么说啦。小兵小卒只是用来守卫帅的，不是用来跟帅谈恋爱的。一开始都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我现在在难过什么呀？现在只有柳柳才能了解我心里的痛。大姐，我跟你说了，那只是朋友。朋友需要每天接送，怪不得你最近总早出晚归。我加班。哼，
那照你的意思，只要是加班的，你就要挨个送个遍。还有说姑奶奶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我薛柳柳就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，我现在就来给你讲道理。你这什么道理啊？你刘成浩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个男人，你得对你自己的事情负责任。我现在身为你的女朋友，而且我们俩还在一家公司，你做这样的事儿，你让别人怎么看你？怎么看我啊？薛柳柳，我到底干什么了？你看看这对情侣，从搬进来就开始吵吵闹闹，这女孩看着挺文气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以柳柳的个性，肯定不愿意我看到她跟尤成浩吵架的样子，说不定还会好胜的干脆分手。这样场面更难处理。我还是找时间再来问她吧。你以为你是副总经理就了不起了？你就可以当什么人都不存在了吗？你视我为无事是吗？薛柳柳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跟她只是朋友而已。像柳柳这么优秀的女孩，也守不住尤成浩。总自卑的男人身边，女人还怕少吗？光是那个谁，人家根本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。就算是注了水，那人家也是一块注了水的牛肉。我呢，顶多也只能算是菜市场里哪家没有牌子的猪肉，连注水的必要都没有啊！我怎么会幻想自己能跟郑琦交往？郑琦人是好，可他对每个人都好。从来都不是特别的对我好，难道我真的是情商太低，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吗？珊珊，我今天晚上有个大学同学聚会。好吧。耶，珊珊，你真好。珊珊，大老板不在，可以跟朋友聚餐了，要不跟我去联谊？好了，没有。太感谢你了。嘿嘿嘿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！你把这绑上，对，这样。哎，来，我把电插上，看看怎么样？咱们的作品就完成了。耶！哎，你把这个、那个，你给绑上。对，这么缠，从上往下。你别拿金的，你拿别的颜色，笨呢你。这个？对啊，可以。哎，我有一个好办法，你别动，你把手这样，对，这样，别动啊，千万不要动哦。哎，哎呦，你别动，我还有一个好东西，你别动啊。那个，珊珊啊，你说咱们公司现在颁了那个禁言令，你看我们是不是就……我知道啊。哎，这样也好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做我假男朋友了。来，我帮你吧。开张了。你好。
好，欢迎光临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珊珊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啊，让我看。方小姐来啦！恭喜你啊，新书店开张了。哎呦，本来是要邀请你的，但是我哥不是出国了吗？就怕你一个人过来了，没人认识也不好玩。哎，都是一些咬文嚼字的作家，点都没意思。是啊。来，跟我聊聊吧。哦。珊珊，啊，圣诞夜没跟朋友出去玩啊？啊，月底结账忙，留下来加班了。怎么那么没人性呢？平时加班也就算了，圣诞节还不放过你们。实话告诉你啊，丰腾那个老板，他会把人给榨干的。珊珊，知道你辛苦，在公司也受了不少委屈，但是你不要一生气就不理我哥嘛，跑去跟别的同事好了。你说你跟那杜凡怎么回事嘛？果然是集团千金，就算不在公司，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和耳朵。那个，风小姐，你不在公司，我应该可以跟你说实话的啊。其实杜凡是我室友的男朋友，那天他那样只是替我解围而已，我没有关系的。我说嘛，这样就太好了。其实我哥这个人吧，是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其实内心很柔软的啊。如果你受了什么委屈呢，你就打电话给我啊。我不是他的员工，我不会买他账的。谢谢你啊，风小姐。我在公司其实还挺开心的，你可千万不要跟老板说我有任何抱怨哈。风小姐，那个张作家找你。好，那你先去忙吧。我也该回去了。那个室友办 party， 我也得去帮帮忙。好，那你先走吧，路上小心点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柳柳，你怎么坐这儿了呀？其实我不在意程浩他偷腥，我们俩本来性格就不太合适，当初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勉强，只是总经理程浩他爸一直对我都特别好，在工作上也很支持我的，再加上我妈那个脾气你也知道，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儿跟他耗着，也不愿回家面对我妈。其实我最近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我这才多大呀？刚从我妈那个坑里跳出来，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坑里。我的人生可不该如此啊！所以，我决定等过年回家以后，我要跟尤承浩讲清楚。珊珊啊，你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啊？觉得我之前对我的人生那么的不负责任？怎么会呢？不会瞧不起你的。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，
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打拼，都憧憬着能拥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，还有一份虽然平平淡淡却又很幸福的爱情，还有一份比较珍贵的友情。但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爱情啊，因为幻想成分最多，所以我反倒很羡慕你。最起码你能知道你自己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不像我，傻乎乎的，只会发花痴、迷恋什么的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嘛。可是，迷恋有迷恋时的美，总不会像恋爱时这么辛苦吧？但是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迷恋了。我已经成为正式员工了。我当初来上海不就是为了工作吗？所以我决定，从今以后，除了工作，我什么都